大卫休谟，这个被称为经验主义巨人的哲学家，其实对文学充满警惕。在他看来，文字的优雅，风格的迷人，往往会遮蔽思想的锋芒。他甚至希望人物素描这种写作方式能在哲学里失去合法性。奇怪吧，一个写得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怀疑写得好这件事本身？休谟不是反对文采，而是害怕它让哲学失焦。语言一旦太有味道，就可能让我们误以为理解已经发生。事实上，真正能写好的哲学家并不多，数一数，也许一只手就够。比如伯纳德·威廉斯，他写的直白、精准，没有花哨。再比如斯坦利·卡维尔，他的句子像折纸，一层一层自我反思。还有尼采，他的语言是爆炸的、迷人的，但有时也危险，容易让人陷进信念的陷阱。而休谟呢，人们常把他也列入文笔高手的名单。确实，他的写作优雅、节制，甚至有点讽刺的幽默感。但更特别的是，他不只写论文，他写对话体、假托的独白，还写人物传记。他崇拜爱迪生那位旁观者杂志的创办人，也读拉布吕耶尔那些锋利的道德箴言。所以休谟的矛盾在这里，他既是文学的拥趸，又是文学的怀疑者。他想让思想更清醒，却又离不开语言的诱惑。也许这正是哲学的命运，既要说得动人，又不能被动人所迷惑。不过休谟并不是要把哲学关在书房里，相反，他始终坚持要打通两条世界的通道，一边是学者的世界，另一边是社会的世界。在他看来，思想如果只能在学院里循环，就会失去呼吸。真正的哲学应该能被普通人听懂，能在日常对话里被复述。他想让哲学走出象牙塔，成为一种公共的理性。但讽刺的是，恰恰是休谟自己帮忙划开了文学与哲学的界限。他用一场极有杀伤力的质疑，动摇了当时哲学中最文艺的写作方式——人物素描。那什么是人物素描？简单说，它就是一种社会镜像。写作者会挑出某一类人、某一种性格、某种行为方式，用几笔勾勒他们的习惯、偏好与举止。比如我们常说，他们就是那种某某样的人，这句话就是人物素描的原型。它既有判断，也带着观察，像是一面镜子，让社会看到自己，但也暗藏主观的偏见。这样的文字究竟在描写事实，还是在制造印象？如果人物素描混合了观察与想象、经验与偏见，那它还能算哲学吗？休谟的怀疑从这里开始。要理解人物素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看我们今天是怎么继续写它的。比如说宅男屌丝，他们常常住在父母的地下室，熟悉所有最新的网络梗，政治立场通常偏向极右，或者至少自认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再比如知识分子，他们喜欢泡在高档咖啡馆，读一些高深的杂志，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长文，政治上多半是自由派，甚至更靠左一点。还有男人说教者，记者马林·科根有个形象的说法，这种人总觉得必须给你解释点什么，语气温和耐心，像小学老师在讲道理。但问题是，他们解释的往往是你早就知道的那些废话。这就是人物素描的魅力所在，它不是在写故事，而是在描绘一种社会类型，像社会学的观察，像文学的讽刺，甚至像日常聊天里的段子。它让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某种人，同时也忍不住笑出声。可别忘了，这种文体其实非常古老，它的源头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那时候，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就写过性格论，描绘各种社会角色，虚伪的、骄傲的、滑头的。这些文字就是人物素描的雏形。所以当休谟质疑这种写法时，他其实是在挑战一种流传几千年的传统。一个问题开始浮现，当哲学试图描述人，他该依靠观察还是理性？这一点，休谟将给出他那冷静又危险的答案。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人物素描并不只是文学，它慢慢的和另一门学科紧紧缠在一起，那就是道德哲学。道德哲学关心的是美德与恶行，讨论社会的习俗、风尚，也在追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几百年来，人物素描被视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最佳工具。通过描写各种类型的人，哲学家得以展示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可耻的。那些文字看似是文学，其实是一种道德显微镜。但到了1748年，休谟站出来质疑了这一整套传统。他问：当我们用人物素描来讨论道德，我们真的在认识人性，还是只是在讲故事？这一问几乎击中了哲学的心脏。从那一刻起，文学与哲学的道路开始慢慢分开，思想追求真理，文字追求感染，他们不再同行。要理解这场分裂的根源，得回到最初的源头。人物素描的开创者
是一位并不算家喻户晓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也是公认的文字高手。他的老师在晚年给他改了名字，原名叫欧弗拉斯托斯，意思是善言者。亚里士多德觉得不够响亮，于是升级为泰奥弗拉斯托斯，意为神圣的演说家。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写作范围广得惊人，从植物的枝叶到形而上学、逻辑学、政治学，几乎没有他没写过的主题。但让他真正名留青史的，不是那些艰深的论著，而是两件看似小的事。第一，他开创了植物学这门科学；第二，他写了一本非常短但极具影响力的书《性格》（Characters）。这本《性格》其实就是一本恶习大全。泰奥弗拉斯托斯挑出30种常见的缺点，用一种类似社会观察的方式，画出这些毛病在人身上是怎样出现的。比如那个总是时机不对的人，这类人永远选错时刻，别人正忙得焦头烂额，他偏偏跑来请教问题。女朋友发着烧，他却在床边唱情歌。朋友刚从长途旅行回来，他立刻拉着人家出去散步，是不是很眼熟？还有那个心不在焉的人，这类人让人又想笑又无奈。他去剧院看戏，看着看着睡着了，等大家都散场了，他一个人还坐在那里打呼。泰奥弗拉斯托斯笔下的人物不需要复杂的情节，也没有心理剖析，只靠几个细节就能让我们认出那种人。他的语言克制干净，却能一针见血地捕捉到人心的荒谬。难怪几千年后，欧洲的道德哲学家、文学家都深受影响。从拉布吕耶尔到蒙田，再到爱迪生，他们都在写自己的性格。从这些例子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泰奥弗拉斯托斯并不关心那些戏剧化的恶习，他不写嫉妒，也不写欲望，那些能拍成悲剧、能立刻让人看出严重问题的大毛病，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他笔下的人物全都围绕一个特点：普通。这些恶习不是罪恶，而是毛病；不是毁灭性的，而是日常的。说到底，他们是一种社交层面的小错，一种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犯，却常常笑着略过的错。更特别的是，泰奥弗拉斯托斯写这些人几乎完全不带评论，他不解释，不推理，不下判断，他只是冷静地摆出这些行为，让我们自己去看，去感受那种荒谬。换句话说，性格不是一部道德论，而是一面镜子，它只负责反射，不负责解释。这些人物素描是纯粹的描写，没有分析，也没有推理。正因为如此，学者们一直在争论，他写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在讽刺人性，还是在记录社会？又或者他只是单纯的观察？这正是休谟后来要切开的那道缝。当描写不再解释，当观察取代推理，哲学与文学的界限也就开始浮现。学者们一直在猜，泰奥弗拉斯托斯到底为什么要写性格？毕竟那些描写看起来太日常，太琐碎，不像哲学，也不像文学。有人说，这其实是一本修辞学教材，写给年轻的律师，教他们在法庭上如何挖苦、讽刺、打击对手。也有人认为，性格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补篇，只不过他不谈悲剧人物，而是换了个角度去列出那些滑稽可笑的喜剧角色。还有人觉得，这其实是一部伦理学作品，它的目的很简单，提醒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警惕，要克制这些细小但危险的坏习惯。最早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既不是泰奥弗拉斯托斯，也不是他身边的学生，而是一位匿名的罗马作者。他干脆假借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名义，给性格加上了一篇伪前言。在这篇前言里，他替作者总结了2个目的：第一，性格是一种分类练习，就像泰奥弗拉斯托斯在植物学里那样，他现在尝试把人当作植物来归类、来描绘。第二，他确实有伦理用意，这本书应该成为一种指南，教你分辨谁值得亲近，谁最好敬而远之。换句话说，如果这篇前言说的对，性格其实是在教人如何识人，他把伦理学、修辞学和社会学混成一体。可也正是这一点，为后来休谟的怀疑埋下了伏笔。当你把人当作一种类型来归类，你还在研究人，还是在制造偏见？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界正陷入一种热潮，他们痴迷于抢救古代手稿，试图用古老的智慧来解决当下的混乱与焦虑。在这样的气氛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性格可谓一炮而红。大约在1430年代，这本书第一次被译成拉丁文，译者是一位意大利人。据说他的初衷其实很世俗，他只是想讨好一位帕多瓦的教皇侍从。但谁能想到，这一举动竟然点燃了整个欧洲的文人圈，一个又一个人文主义学者纷纷跟进，争相推出更好的拉丁译本，还附上密密麻麻的注解，告诉读者这本书能教你如何做人、处事、修养，甚至管理他人。第一个译者叫拉波达卡斯蒂廖基奥，人称小拉波。他宣称，性格就是一本教你掌控他人的完美教材。在他的眼里，泰奥弗拉斯托斯写的根本不是哲学，而是一门实用的心理战术。他还暗示那位教皇侍从，只要你学会从书中辨认出别人的缺点，
就能更有效地对症下药。于是，性格在欧洲成了一本奇怪的畅销书，它被当成了人性操作手册，一部文艺复兴版的厚黑学。人文主义者们以为自己在复兴智慧，其实他们正把古希腊哲学改装成一门管理学。性格的热度并没有停在意大利，它继续往北扩散，很快就传到了维也纳和德意志地区。在维也纳，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格伦佩尔也抱着同样的念头，他把自己的译本献给当时匈牙利与波西米亚国王的使节，并把性格包装成一本实用宝典，不仅有趣，还能在职业场合里派上大用场，一部古希腊式的社交兵法。而到了德国，事情就更现实了。资助人威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在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性格可以成为平息叛乱民众的关键工具。他的逻辑听上去完美，只要老百姓从书里看到那些坏角色，就会明白哪些事不该做，从而学会自我约束。他把泰奥弗拉斯托斯称作一种反面教材式的道德教育者，通过描写坏例子让人学会行善。而他之所以深信这一点，理由也相当现代，因为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文字的力量足以改变行为。于是，在皮尔克海默眼里，文学不只是娱乐，而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也正是讽刺所在。当一部哲学小书被当成社会稳定指南，它离哲学的初衷也就越来越远了。就这样，泰奥弗拉斯托斯的那本小书一步步从私人趣味变成了一部带有公共意义的作品。整个16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坚信，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能让人看透他人的性格，还可能帮助人改造自己。那些原本只是古代社会类型的人物，比如心不在焉的人，总是时机不对的人，忽然被套进了当时的政治危机里，成了现实的镜子。当社会秩序动荡，信仰体系摇摆不定，人们开始在这些滑稽角色中寻找一种秩序的象征，好像只要能识别出这些人，世界就能重新被理解。到了16世纪末，随着性格的译本和注释版层出不穷，法国语文学家伊萨克·卡索邦开始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这30个简单的人物类型能让整个欧洲着迷？卡索邦本人几乎是当时知识爆炸的化身，他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阿拉姆语、叙利亚语，甚至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他在日内瓦蒙彼利埃讲学，在巴黎的皇家图书馆工作，最后受邀进入英国国王的宫廷。在那个时代，能读懂所有这些语言的人寥寥无几。卡索邦不仅读懂了，还试图从语言本身去追踪性格的力量来源。整整20多年，他都在反复琢磨这本小书，一边翻译，一边试图理解它的魔力。最终，他推出了3个非同凡响的版本，不仅重新译出了文本，还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写作形式会让人着迷？在卡索邦看来，人物素描其实是古人教导道德的3种方式之一，而且是最优雅的一种。前2种方式是讲道理的论证以及泛泛而谈的劝告，他们依靠的是逻辑和语言的力量。但人物素描不同，它不讲抽象的道理，也不喊口号，它只是静静地描写一个人，让读者在这个人身上看到某种性格是如何在日常中被活出来的。比如说，你不会因为一连串的推理才知道心不在焉是一种缺点，你也不会被一句要专心的说教打动，你会记住的是那个走进剧院就睡着，散场后还一个人坐在那里的家伙。这就是人物素描的力量，它不分析，它让你看见。在卡索邦眼中，人物素描正好处在哲学与诗歌之间，它像哲学一样能承担道德教化的任务，又像诗歌一样能让思想在语言里变得生动可感。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既有伦理意义又有文学魅力的写作方式。卡索邦的这个见解，人物素描是哲学写作的第3种方式，在接下来的1个世纪里影响深远，它几乎改变了欧洲人看待道德的方式。1608年，英国主教约瑟夫·霍尔决定要把人物素描引入英语世界。在他看来，泰奥弗拉斯托斯写的是异教社会的性格，而自己要做的是为基督教社会重新写一版人性的地图。只要稍作改造，这本古希腊小书就能变成一本道德教科书。于是，一批全新的角色登场了：谦卑之人、忠信之人，这些是被赞许的美德；嫉妒者、贪婪者，这些是警示的反面。霍尔在写作前仔细研读了卡索邦的译本和注释，甚至可以说，他的整部作品就是在卡索邦思想的影子下诞生的。在那个时代，人物素描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道德工具。它让哲学的抽象观念以人物的形式重新走进了大众的世界。在霍尔看来，古希腊的哲人和17世纪的宗教权威确实有某种相通之处，他们都在教人如何成为好人，但他们的方式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古人所讲的自然神学并不是单调的说教，而是一种多重诠释的艺术。
霍尔借鉴了卡索邦的思路，总结出希腊道德哲学家教导伦理的3条路径：第一，讨论如何通过集体努力来实现人类的幸福；第二，把普遍的道德原则落到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第三，也就是最迷人的那一条，书写人物素描。这种写作方式被霍尔称为人物刻画术 （charactery）， 它的核心不在抽象的论证，而在让德行有了面孔，就像画肖像一样，把一种美德或者一种恶行具象地描出来。因为这些描写太生动了，读者在阅读时仿佛能看到那个人的表情、姿态、语气，于是善与恶变得可被识别、可被记住。在霍尔看来，这正是人物素描的力量所在，他把道德从概念变成了视觉经验。